朋友们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如果你悟透了人生的这三重境界，可能醒来就在一瞬间。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，从来都不是在年龄上，而是在认知上、见地上。只有见地上的提高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站在山顶上来，俯视着芸芸众生。只是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绝大多数人都停留在第一层境界，也就是我与众生是二元对立的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攀援、执着、纠缠，因为在他的三观里有个虚幻的我，这个我与外在是对立的，有分别的。比如有的人一生都活在他人看法里、标准里，他在乎的永远是他人的看法对我的影响。这个小我会因为外在的影响而产生各种情绪烦恼，比如领导的态度、同事朋友的羡慕、伴侣的情绪等等。他的快乐与痛苦永远是从外在的人事物上得来的。而另一种人就是虽然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，固执己见，但最终被世俗的南墙撞得头破血流，因为执着于自己的标准，最后沉溺于爱憎、苦乐等诸多情绪之中，自怨自艾。这些都是我们内在和外在产生的冲突。所以当我们认为有一个好就有不好，有一个弱小就有一个强大，如果我们好坏对错、高低贵贱、成败得失对立起来，那么生命随时都处在极度对抗中。而处在第一层的人，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，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。而那些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，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这其实是自甘堕落而已。一切骄奢淫逸、放纵自己的行为都不是自由，而不被自己的欲望和天性所奴役，这才是自由。因为欲望只会让你生出更多的烦恼，所以孔子才会说：随心所欲不逾矩，尊重天性，不被欲望牵着走。好，当你不再与众生对立了，放弃了对我和众生的执着，便进入了第二层，就是认识到了我与众生是平等的。所谓众生，意思就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是不同的条件结合后形成的众生相。就像一颗种子的发芽，需要阳光、温度、水、空气等，缺一不可。同样，人类生命的诞生，除了父母，同样离不开日月星辰、空气温度等条件。我们都是各个条件具足产生的假合体而已。而所谓的平等，并不是相上的平等，因为相是由不同的条件所形成的，所以在相上不可能会平等。就像你不能让男人生孩子，不能让猴子在天空飞行，不能让每个人的性格、外形都一样，对吧？因为不同，所以这就有了人相、我相和众生相。而所谓的平等，指的是心上的平等，就是你对万事万物的态度是平等的。不管你有钱显出成功相，还是没钱显出贫穷相，你都不起烦恼，你都知足自在，你也不会因为情感的纠葛而痛苦焦虑，因为你知道那都是缘，缘聚则起，缘灭则散。哪怕体验到的觉受也是虚幻的，如同梦境中的幻影而已。当你体悟透了这一层，你就不会再被外在的人事物所困扰。但是在这一层的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空执，悟空容易，悟非空难，就是知道这个有是假有，也对这个有不再执着，但是却执着于这个空，觉得一切都是假的，索然无味，于是消极避世，躺平生活，对一切都是一副看穿、看透的样子。工作上该积极争取的也不争取了，美其名曰放下；小孩的错误言行该管教的也不管教了，
美其名曰随缘，好像心量越来越大，乐于随顺众生。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好事，可是这些行为里面没有利他心，不是站在慈悲众生的角度去熄灭他们的烦恼。因为执着空，所以一样会产生烦恼，所以就有了第三层。我即是众生，就是真正体悟到了我与众生本是一体，空与有也是一体，不再执着空，也不再执着有。为什么说是一体的呢？因为空是本质，本自具足显化一切的能量，当真空起作用，就显现出妙有。就如同大海与浪花，众生就如同大海上形态各异、大小不一的海浪，它的本质都是海，但因为每个浪受到的缘不同，也就是受到的条件作用不同，所以会显出不同的相。而很多人都去执着浪花的形状大小，忘记了自己本就是大海，所以哪怕再小的一滴浪花，也包含了大海所有的信息，因为它就是大海本身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其他人丑陋的一面，其实我们的身上也都具备同样的东西。我们看到的美好的一面，我们也都有。正因如此，人类才具有同理心，对他人遭受的苦难拥有共情的能力，才能够感同身受。我们看到的只是大海，通过浪花展现出不同的相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的东西你看不到，只要你能看到的就都是你，也就是众生皆是我，我即是众生。因为真正的你是那个大海，所以不是没有人理解你，而是你没有理解众生。你理解了众生，也就理解了自己，你理解了自己，也就理解了人性。当你理解了众生，接纳了众生，你就放弃了所有的偏见、傲慢与狭隘，收获了包容、谦虚与胸怀。既然众生皆是我，那么我所遇见的所有人，其实都是我自己。你遇见的、你欣赏的人，其实是你在欣赏你自己。你遇见的、你讨厌的人，其实是你把不接受自己的那一部分投射给了外界。自我就像双向转换器，符合形成自己的自我就接受，不符合的那部分就不接受，并且不在自我里面显化，而是投射到外界。你所喜欢的、你所厌恶的都只是你自己。人生这条路上没有别人，一直都只有你自己，所以才有了那句：别人眼中的我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是别人自己。你眼中的别人，才是你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你来这个世界，只是来体验自己所展现的不同的相，体验不同的觉受。你执着于哪个相，哪个就是你的课题。所以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投射而来的，都是来度你的。你遇的每一件事都是来让你开悟的。你只有把所有的觉受都收集满，把所有的体验都体验一遍，允许和接纳这世间的一切，你的内心当下就圆满。真正的接纳即是圆满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那一刹那，你的心就会显出本有的光明和清净，那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人只有爱自己，是没有条件的。众生即是我，所以我对众生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真我之爱，即大慈。同样，因为明白众生与我本是一体，没有差别，所以看着众生都还没有觉悟，仍然在受苦，就如同自己在受苦，自然而然的就生出了大悲之心。这才是真正的慈悲。明白这个才能做到随缘而妙用，因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利他。而当你因众生与你的缘分，帮助他明白真理真相，树立正知正见，让他们自己找到脱离苦海之路，
这就叫代众生苦。记住，代众生苦不是代替众生承受痛苦，而是帮助他们明白真理真相，让他们自己解除内心的痛苦。所以你对众生理解的越满，你就越空，你就与众生是一体，就进入了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众生即我，我即众生的境界。这就叫色空不二，性相一如。万事万物在你面前都如同洞若观火，以出世的心态入世的活，随缘应对，身受而心不受。这时的你将获得一份前所未有的清醒、从容与自在，最大程度地活出真实的自己。这就是经典中的那一句：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明白了吗？最后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：心如照镜子，心在物，则迷于相，于是执有；心在静，则住于照，于是执空；心随物随境，则无所住，则爱有不有，爱空不空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